无畏曲折迷离 ，K 姐一起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曾经在英国国防部工作了21年的著名学者尼克波普就曾在采访中说过，星际旅行所涉及的距离很遥远。如果外星人对地球感兴趣的话，那他们应该会在地球上建立他们的基地。这可能要比不断往返于星际之间要容易得多。那如果外星人真的在地球上有着自己的基地，那他们最有可能居住在地球上的哪个地方呢？位于休斯敦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有一个先进的推进物理实验室，被称为鹰工厂。据报道，鹰工厂一直在尝试实现曲速引擎，他们希望能借此帮助人类实现星际旅行的梦想。有人会问，这曲速引擎是什么呢？它其实一直以来只出现在科幻作品中，因为只要实现曲速引擎，人类从地球去到月亮只需要短短的4个小时，甚至可以超越光速。在绝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时， NASA 居然在2019年宣布称，根据他们的最新实验，目前的结果已经接近实验误差的边缘。这并不表明他们已经准备好建造超光速的星际飞船了，但 NASA 的科学家们表示，实现曲速引擎完全是可能的，只要我们人类投入足够的工作时间，就可以建造出超光速的宇宙飞船。其实曲速引擎的概念是在1994年由墨西哥的物理学家米格尔·阿库别瑞提出来的。NASA 的科学家们认为，曲速引擎有望让超光速星际旅行成为一种可能。曲速引擎的应用会让飞船产生曲速炮，通过拉伸曲速炮内的时空结构，实现超光速飞行。也就是说，曲速炮能够压缩飞船前方的时空，同时让后方的时空发生膨胀。准确地说，超越光速的并非飞船，而是飞船周围的时空以超光速移动。虽然有些人认为这种革命性的技术纯粹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很多人则认为这是美国秘密的政府机构从坠毁的外星飞船那里研究出来的成果。当然，这可以追溯到1947年的著名的罗斯威尔事件。除此之外，我们以前还聊过的鲍勃·拉扎也是重要的证人之一。在1989年，这位名叫鲍勃·拉扎的物理学家就曾站出来爆料说，他为美国政府工作，而且对坠毁的外星飞行器进行过逆向工程研究。关于他透露的秘密项目，还包含了其难以置信的细节。拉扎就曾在一个1993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美国政府拥有9艘外星飞船，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外星人的飞船是通过一个改良的重力发生器来实现快速飞行的。我的工作地点在51区以南的15英里处。当然，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再提一句，这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就否认鲍勃·拉扎的说法，也否认51区的存在。直到2013年，在信息自由法的要求下，他们才不得不公开了51区的存在。当然，不只是美国，许多人认为俄罗斯也有着一个类似的 UFO 研究场地。在一个叫卡普斯金亚尔的地方，此地有着俄罗斯51区之称。卡普斯金亚尔是前苏联最神秘的空军基地之一，有传言说他们在此逆向研究外星 UFO 的技术。还有人称，在澳大利亚的松树谷军事基地也藏着外星人的飞船，还有英国的鲁德洛庄园。当然，这些秘密基地的传说就好像曾经的51区一样，最终只有时间能证明它的真假。我们现在无法做出过多的评论，但现代的人们已经拥有了可以记录影像资料的仪器，这是事实。甚至你我人手一个手机，运气好的话，我们自己都能拍到一些不明飞行物。而且，根据越来越多的影像资料显示，很多不明飞行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水中，就是人们常说的 USO。 比如在2020年12月29日，夏威夷海岸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当时有至少几十个人同时看到了一艘巨大的雪茄型飞船在海岸上空盘旋，并给它拍了照。
后来，那个不明飞行物坠入了海洋，还引来了相关部门在那片区域进行打捞，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残骸，但最终却什么也没有发现。还有，在2021年5月，资深记者乔治·内普特和纪录片制片人杰米里·科贝尔在洛杉矶发布了他们从美国奥马哈航空母舰获得的惊人视频。视频显示了一个神秘的球形物体以接近2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然后消失在海洋中。后来，当海军去水下寻找它的残骸时，还是一样一无所获。发布人说，其实有很多难以解释的东西被美国海军雷达捕捉到，而他能公布的这个只是其中之一。田纳西州的众议员蒂姆·伯切特是第一批认真审查这段视频的国会议员之一。他说，这视频是很令人震惊的。当那 UFO 进入水中时，它并没有减速，而且它碰到水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摩擦，没有溅起水花。对我来说，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读过相关的数学方程以及摩擦和类似物理原理，它违背了我所知道的所有的物理常识。对呀，一个飞行器它怎么可能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飞入水中却没有水花呢？这表明飞行器的表面是无摩擦的，也就是说，它不会与任何材料发生相互作用，而是被包裹在一个什么东西里。我们刚刚提到过，墨西哥的物理学家阿库别瑞提出了曲速炮的概念。科学家们认为，飞行器只有在曲速炮中才有可能做到这点，但是以我们人类现在的技术还无法做到。那它们是否是外星技术呢？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这个飞行器直接飞入了海洋中，那是否说明它们在深海中有着自己的基地呢？我们都知道，人类对海洋的了解还不超过5%，也许海洋就是他们最好的藏身之处。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亲手记录下来的诡异事件，也许说明海洋中还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哥伦布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当他第一次航行穿过大西洋，向西驶向加勒比海时，他看到西边的海洋中有一束光盘旋在水面上，然后这束光沉入了水中，消失不见了。人们认为哥伦布可能就是早期的 USO 的目击者之一。那他在15世纪看到的 USO 是否和奥马哈号航母所拍摄的 USO 有着联系呢？很多研究学者相信，通过仔细观察由美国海军飞机于2015年拍摄的 UFO 视频，就可以发现进一步的线索。当航天工程师特拉维斯·泰勒博士检查了当年的 Gimbal 视频时，他注意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有一个气泡区域围绕着这个飞行器。这段视频是美国海军通过一台前视红外摄像机录制的，图像中黑色代表是热的区域，白色代表着气温更低，这说明飞行器的周围有着较冷的区域。而用同样的摄像机观察我们人类的飞行器，比如 F-18或者是 F-22这样的飞行器时，我们就看不到这样的现象。还记得我们刚才说到的美国宇航局 NASA 在2019年承认实现光速旅行是完全可行的吗？而实现光速旅行就得实现曲速引擎，实现曲速引擎就会让飞船产生曲速炮，而我们看到的 Gimbal 就是被包裹在一个泡泡中飞行的。这说明了什么呢？有研究学者表示，不仅在美国海军拍摄的 UFO 视频中发现飞船是被裹在一个泡泡里的，而且这种技术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了埃及。研究学者威廉·亨利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古埃及肖像，他在丹德拉和其他地方的一些画像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那就是法老被描绘在一个圆圈或者是气泡中。比如在另一个显著的例子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法老坐在王座上，伊西斯和赖夫蒂斯坐在法老的两边，法老坐在一个蓝色的泡泡里。而且不光在古埃及，其实这个现象在整个古代世界的艺术品中都有发现。例如在西藏，我们发现藏传佛教的开山始祖莲花生就被彩虹色的光所包围着，仿佛是在某种形式的泡泡里。还有当你看耶稣被送入天堂的时候，他的身体周围也形成了一个气泡。
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各种神仙和圣人，即使是来自于不同的文化，但他们都碰巧出现在某种能量的泡沫中。如果古代的人们是看到了某种超越他们理解范围的东西，而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描绘它呢？主流历史学家将宗教艺术中的泡泡形状解释为只是神性的象征，但这种标志性的意象却是在传统中反复的出现，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泡泡形状与升天之间的联系可能表明它是古代世界对太空旅行的一种描述，而且这种技术和海洋有着关系。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以从古代的记载中找到线索。当我们回望古代世界，在巴比伦的神话中，他们有着一个名叫俄安内的半人半鱼的神，他平时居住在海洋里。据传，在洪荒时代，他从海洋中出来，将文明和各种技艺传授给了巴比伦人。此外，俄安内还创造出了一种半人半鱼的仙人，名叫阿普卡努。这种半人半鱼的生物常常出现在苏美尔的艺术品中，他们通常站在一棵生命之树的两旁，其上面还总会出现一个盘旋着的飞行物。所以有很多学者就推断，这些 USO 的技术有可能是来自海洋。现代的科学正在一步步证明，曾经很多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正在成为现实。曲速炮、光速旅行，也许古人早已见证过了。有人说，真实的历史其实就藏在人类早期的壁画和文字中，我们只需要时间来发现，也许那95%尚未探索过的海洋里，正藏着我们真正想要寻找的答案。